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拒绝傻白甜，34岁谭松韵出演职场女性，打脸多少装嫩女明星。在娱乐圈中，34岁对于女演员来说是一个微妙的年龄，然而谭松韵却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主演职场剧《请叫我总监》。这部小成本网剧一经播出，便收获了意外的好评，也标志着谭松韵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请叫我总监与一般的高大上职场剧不同，它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力求真实地展现职场生活的残酷与无奈。在剧中，谭松韵饰演的是一个职场小白，每天辛勤工作却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个角色完全打破了谭松韵之前给人留下的傻白甜、可爱的形象，而是将打工人的辛酸与无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谭松韵在剧中面对上司爆发的那场戏，她的表情极具感染力，嘴角不停地抽搐，眼中闪烁着泪光，却又要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这种细腻入微的表演，充分展现了打工人的隐忍与辛酸，也让观众看到了谭松韵演技上的巨大进步与突破。谭松韵的这次尝试，不仅是对自己演艺生涯的一次挑战，更是对整个丫头胶现象的一次有力回击。她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靠颜值吃饭的花瓶，更是一个能够驾驭复杂角色的实力派演员。在这部剧中，谭松韵展现出的不再是青春洋溢的少女感，而是一个真实职场女性的酸甜苦辣。她的表演细腻真实，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这种转变不仅让观众眼前一亮，也让业内人士对谭松韵的实力有了新的认识。谭松韵的这次转型，无疑是对那些一直停留在丫头胶中不愿突破的女明星们的一记响亮耳光。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人，一个优秀的演员应该在合适的年龄挑战合适的角色，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青春扮嫩。只有这样，才能在演艺事业中走得更远，也才能赢得观众的真心喜爱和尊重。要深入理解谭松韵此次转型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回顾她的演艺之路。在此之前，谭松韵可以说是丫头胶的佼佼者，她凭借着甜美的外表和娇小的身材，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青春角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热播剧《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一角。在这部电视剧中，谭松韵完美诠释了一个青春洋溢的高中生形象。尽管当时她已经接近30岁的年纪，但观众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活力四射、笑靥如花的少女。谭松韵在剧中的表现可谓是惊艳，她的苹果肌饱满，笑容灿烂如花，举手投足间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她将高中生那种青涩、纯真的状态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完全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这种近乎完美的丫头感，让谭松韵在丫头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最好的我们一经播出就收获了一大波好评，也让很多80后、90后观众重温了自己青涩而又纯真的高中生活。谭松韵的表演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也让她在演艺圈中的地位更上一层楼。然而，就在很多人以为谭松韵会一直走丫头胶路线时，她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谭松韵并没有固守自己的舒适圈，而是选择了挑战全新的角色类型。这种勇于尝试、不断突破的精神，着实让人敬佩。回顾谭松韵的丫头胶巅峰时期，我们不难发现她的成功并非偶然。她对角色的精准把握，对青春气息的完美诠释，都体现了她作为一个演员的专业素养。然而，真正让人钦佩的是，她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道路。
谭松韵的这段经历告诉我们，即便在某个领域取得了成功，也不应该固步自封。只有不断挑战自我，才能在演艺事业中走得更远，也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秀演员。谭松韵的转型选择，其实也折射出了整个娱乐圈丫头娇现象的困境。在这个青春至上的娱乐圈中，不少女明星都曾深陷丫头娇的泥潭，难以自拔。丫头娇的核心问题在于，演员强行出演与自身年龄严重不符的角色，这不仅考验演技，更挑战观众的接受度。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刘晓庆，这位已近60岁的演员，却依然执着于出演16岁少女角色。即便她的演技再精湛，观众也难免会感到一丝违和与尴尬。这种年龄与角色的巨大反差，往往会引起观众的反感，甚至影响整部作品的口碑。另一个代表是台湾女星林心如。尽管已经出道多年，林心如仍然最喜欢演绎一些傻白甜的角色。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角色往往还是未成年人设定。这种固守青春的做法，在几十年前或许还行得通，但在如今这个信息透明的时代，却显得格格不入。就连以演技见长的刘涛也难逃此劫。在《大宋宫词》中，已为人母的她却要饰演16岁的少女，这种强行凹人设的做法招致了观众的强烈不满，导致该剧评分跌至谷底。这个案例清晰地表明，即便是实力派演员，如果不顾年龄硬要扮嫩，也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情深缘起》中蒋欣和刘嘉玲的表现。这部改编自张爱玲小说《半生缘》的电视剧，在选角上就存在重大问题，无论是年龄、气质还是造型，都与原著中的人物描写相去甚远，让观众大呼出戏。这种不合理的选角，不仅背离了原著精神，也严重影响了作品的整体质量。就连素来以气质见长的章子怡也未能幸免。在《上阳赋》中，她不仅出演成年时期的公主，还要饰演少年时期的角色。尽管章子怡演技精湛，但这种跨越年龄的演绎仍然让观众感到不自然。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即便是顶级演员，也难以完美驾驭与自身年龄相差甚远的角色。这些案例无一不在警示我们，盲目追求丫头娇终究是条死路。演员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在合适的年龄阶段出演相应的角色，才能给观众带来真实可信的表演。岁月人间促，烟霞此地多，这句诗词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时光流逝的无情。无论是演员还是普通人，都应该坦然接受岁月的洗礼，在每个年龄段绽放出不同的魅力。谭松韵的转型并非偶然，而是她不断突破自我、勇于尝试的结果。在她看来，一个优秀的演员不应该固守一种角色类型，而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戏路，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这种勇于突破的精神，不仅体现在谭松韵的职业选择上，也反映在她的个人生活中。在演艺事业上，谭松韵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她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在丫头娇中的成功，而是主动寻求突破。从《最好的我们》中的青春少女，到《请叫我总监》中的职场女性，谭松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多面性和适应能力。她不惧怕年龄带来的挑战，也不会因为固定的角色而停滞不前。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正是谭松韵能够在演艺圈中不断进步的关键。然而，谭松韵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9年，她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打击，她的母亲因车祸不幸去世。面对这样的打击，许多人可能会一蹶不振，但谭松韵却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坚强。她没有让悲伤影响自己的事业，而是一边为母亲讨说法，一边继续专注于演艺事业，不断打磨自己的演技。谭松韵的这种态度，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尊重，
也为他在演艺圈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个演员的成长不仅仅体现在荧幕上，更体现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的态度和勇气。谭松韵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演员不应该被固定的标签所束缚。她不断打破那种白又瘦的小姑娘滤镜，展现出自己多元化的一面。她特别有上进心，敢于挑战自我，不断尝试新角色，拓宽自己的戏路。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正是谭松韵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的关键。谭松韵的蜕变之路，不仅是她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个演员如何在变化中寻找机遇，在挑战中实现突破的生动案例。她的经历启示我们，只有不断突破自我，才能在演艺事业中走得更远，也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秀演员。谭松韵的转型给整个演艺圈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她的经历告诉我们，演员应该学会与时间和解，接受自己的年龄变化，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正如古语所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时光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尤其是对于以容貌吃饭的演员来说，更应该珍惜时光，在合适的年龄阶段做合适的事情。谭松韵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真正的演员魅力不在于永远停留在青春岁月，而在于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突破自我，展现出不同阶段的人生魅力。谭松韵为整个演艺圈树立了一个正面榜样。她告诉我们，青春固然美好，但成熟也有其独特的魅力。一个优秀的演员应该能够在各个年龄段都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而不是固守于某一类型不放。只有这样，才能在演艺事业中走得更远，也才能赢得观众的真心喜爱和尊重。对于整个演艺圈而言，谭松韵的转型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她提醒所有演员，不要被丫头胶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新的角色，挑战自我。只有不断突破，才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立足。这种不断突破、不断成长的精神，不仅适用于演员，也适用于每个人的人生。它告诉我们，无论在什么年龄，都应该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勇于接受新的挑战，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态度。